我会永远等你。姐，姐，你怎么了？那个秦明浩啊，发短信给你，说他要永远等你，你赶快出来啊，回给他啊！你别那么大声啊，吵醒姑姑还有妈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你跟秦明浩吵架了？去睡觉吧。哎，就算跟秦明浩约会，也得拿手机啊。我拜托你别再提他了，永远别再提他了。我现在跟他没有关系，以后都跟他没有关系。等一下，可是他刚刚明明发了短信说他永远等你的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不想跟他结婚啊？他是振宇集团的秦明浩哎。我现在就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哎。一身长满刺的丫头，永远都不能进我们的家门。就这样吧，明浩，我知道你还爱我，可我不能接受你，我不能让你因为我和你的家庭决裂，我不能那么自私。明浩，你一定会幸福的，一定要幸福，否则我会恨你的。真的不是跟齐明浩约会啊？哦，难道他们真的分手了？哎呦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姐，小心！姐，姐，没事吗？好疼，别碰！哎呀！依婷啊，依婷啊，把这碗骨头汤给喝了啊。喝这汤能干嘛？喝了我的脚就能马上好，马上站起来啊？我的卫士面试都结束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依婷，对不起，都怨我吧。璇，我现在没有心情听你唠叨，我都快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有办法帮我争取到面试机会，你就有办法帮我推1、2天，你听到没有？昨天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差点被车撞到，是依婷她救了我。我说姐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还在玩那种半夜悲伤过马路的把戏呀？哎，你要是真的爱秦明浩，你就嫁给他呀，好让我享享清福嘛！啊？你说什么？嫁给谁呀？没有谁，妈。哎呀，妈，要不这样吧，依婷我来照顾，你赶快去上班吧。来，怎么？你刚才说嫁给谁来着？没事了，你先去上班吧。去吧，你刚才没事了啊。哎呦，你呀，就赶紧跟那个秦明浩和好嘛，不然我白救你了。等你跟他结婚之后，说不定他关系能到电视台，让我见台长，省得徐安求人那么辛苦。哎，我不知道你被什么纠缠啊，为了我的脚也得听我的。秦明浩可是千载难逢的好男人，那你就给那个秦明浩一个机会嘛。只要你说句话，我可以帮你传话呀。嗯，我跟他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啊，那我不白救你了？哎呦啊！你想想我的脚。
你是秦总吧？啊，啊，我是叶一婷。哦，依山的妹妹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你说，你跟我姐曾经是恋人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3年前。她怎么什么都没给我提呀？她不让我跟家人说，也不会告诉你的吧？为什么？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？而且你刚才不是说你们要结婚了？啊，这就是你姐的性格。她不想让人家觉得那个，懂吧？啥？总之呢，她希望靠她自己的能力，闯出一片天，不想靠我或者我的家里人，你懂吧？哎，她干嘛这样想啊？你是她男朋友，你帮她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哎呀，你姐那性格你还不了解吗？要强。还有啊，她不想让人家觉得她贪图别人的荣华富贵，这个我也可以理解。可还是被你奶奶认为她是贪图富贵的人，干嘛假装清高？你别这么说她不是假装清高，她是自尊心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重新把我姐追回来？那可是当然必须的了，我还能让她跑掉吗？好，我支持你。真的？姐夫，你听我说。等会儿，你叫什么？姐夫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哎，姐夫，听着就是舒坦。继续。你放心，交给我，你一定会迅速的成为我姐夫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个嘉海城别墅是你们家开发的吧？对啊。那你帮我租间房吧，我不想占你的便宜，我自己付账。那边离我上班的地方又近，那里住的人呐，人文素质又特别的高大上，我好喜欢啊！能不能帮我？不用租，你就住我房子吧。我就知道你最干脆了，姐夫。你放心，追我姐的事儿，一切包在我身上啊！哎呀，来，去，坐好。怎么了？你不能这样啊！你不能不去上班吧？我没有不去上班啊，我说过了嘛，我休年假的。你蒙谁呢？哎，你不会这把年纪了还想在家里待业吧？什么这把年纪啊？我只是比你大几岁而已呀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那个甲方想追你，你想逃避他，所以你不进公司了？没有这样的事。那你为什么刚升了职，加了薪，你还休假啊？你不会是怕自己爱上甲方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那你不会真的辞职不干了吧？哎呦，你答应我帮我还信用卡费的。我答应过你的，就会帮你还呢。那你答应我明天去上班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说过。在这家公司呢，很有前途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虽然那个齐经理有一点点讨人厌，可他现在很需要你啊，你总得要知恩图报，为你的伯乐赚钱吧。说实话，就算他没有我，也可以赚钱呢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你的事业规划呢？忘了？此一时彼一时，就算我去别的公司做，也可以继续我的计划啊。别的公司？你要跳槽啊？你找到别的公司了？还没有想好呢。那你干嘛还辞职？你要记住，妈为了养我们去弄那个瓦罐汤店，还跟银行贷款，压力很大的。你如果不去赚钱了，那我的卡费怎么办？我们的生活费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要去跟妈说你失业了。哎，你别去，你别再闹了，我现在还没有想好，别给妈添乱呢。哎呦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嘛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那个甲方骚扰你，你就拒绝他。还是你有什么秘密不能说？说什么呢？我现在去跟妈说你失业了。别去，别说。那你答应我，不准辞职，明天就去上班，不然的话，我就白救你了。我是为了你的未来幸福生活着想，而且我也觉得那个秦明浩挺可怜的。你怎么突然间觉得他可怜了？我不管啊！你现在回答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明天到底要不要去上班？好了，
如果你要让我伤心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去吧。好吧，我睡了。一山，你回来了，秦总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我。秦总，你误会了吧？我没有误会。你看你手里拿着衣服，应该是准备给我盖上，对吧？一山，回到我身边好吗？我希望每天一睁眼都能看到你。秦总，我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。你说，只要你能提出来，什么事情我都满足你。我本来没有打算回到这里工作，但是我现在，我发现我不可以没有这份工作。你是缺钱吗？你需要多少？告诉我。钱我自己会赚，这个不用你费心。其实我是希望回齐经理那边继续我的工作。好，我同意。一山，你听着，只要你肯留在这个公司，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谢谢秦总。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一下，回齐经理那边了。啊，还有一山，说实话，我挺感谢你，你能继续留在这个公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，我一定会给咱们俩的感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一婷，来，进来看看。哇！来，这个。这个给我的。对呀，感谢你，把你姐给我留下了。姐夫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就说啊，你找我准没错。看看。一婷，你先看啊，看喜不喜欢，不喜欢我给你换。喜欢喜欢，我好喜欢啊！哎呀，姐夫，我可以住这里多久？你放心，这是我名下的房产，你想住多久都可以。那就算以后我姐不跟你在一起了，我还是可以继续住在这儿。啊？不是你不是有把握吗？不是你姐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话啊？吓你的啦！哎呦，你吓死我了你！哎，一婷，你一定帮我多美颜，好吧？你放心，就算我姐说要跟你分手啊，我也不同意，交给我没问题的。好，之后我一定好好谢谢你，好好谢谢你。那你要怎么感谢我？帮我实现梦想？行，能帮的一定帮。真的？真的。哇，未来姐夫够仗义。哎，一婷，那我先走了啊，咱俩电联，好吧？记得啊，一定多美颜。啊，没问
问题，姐夫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电联电联啊，电联。好。为什么我就遇不到痴情又有情、对我又有帮助的追求者？哎呦！喂，依婷，你又跑哪儿去了？干嘛？又在喝酒吗？徐导演，你知道你真的很烦呐，我现在很忙。依婷，那天晚上是我不好，你怀了孕了，心情不好，身体也不舒服，我不应该对你发火。你放心，我没有生气。真的吗？是啊，只要以后你都不打电话烦我，我就不会生你的气了。烦死了！明浩啊，好久不见，阿姨都不敢认你了。听说你自己创业了，已经成了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了。哎呦，阿姨您可别笑我了，自个儿创业啊，苦着呢。你们这些孩子都不爱管自己家里的生意，什么事啊都要自己做主，一个一个的主意大着呢。哎，也不管管我们这些老人发愁不发愁。哎，您儿子 Simon 不是已经接了班了吗？您还愁什么呀？哎呀，他呀10000个不乐意，哎，最后也还是接了他爸爸的班儿。对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哎呀，奶奶，宋太太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您的脸色很好啊，宋太太。老太太，您也很精神啊。好，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女儿莉亚。秦奶奶好。啊，这声音多甜呐，到底是播音员呢。这一声奶奶，哎呦，叫得我好舒服啊！我真希望我是你的亲奶奶。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。你觉得我们明浩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明浩啊，你呀就先和我女儿莉亚好好聊一下，我呢和你奶奶出去逛逛。哎，宋姨，不必了，是这样，我待会儿啊还得去接我女朋友，她马上下班了。女朋友？哎，老太太，明浩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怎么没有啊，奶奶？咱就不能说点实话吗？莉亚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经历如此尴尬的场面，但是这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，我确实是有女朋友的人了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我马上就要向她求婚了。还有奶奶，你看你，以后我的感情生活你能不能不介入啊？你看你搞得大家多尴尬呀！哦，这样啊，那个我也还有个约会呢。妈，咱们走吧。走了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哎，老太太，这怎么回事嘛？咱们都是多年交情，怎么搞成这样了？没事儿啊。宋太太，你误会了。宋姨慢点啊，宋姨，那我们就不送了啊。现在高兴了吧？啊？我就不明白了。哎，不管是家世、学问、样貌，哎，那个叶一山哪点比得上莉亚？奶奶不会害你的。奶奶，这莉亚是不错，条件也好，也挺漂亮的。可惜我不喜欢她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别跟我提什么喜欢不喜欢、爱不爱的，你呀就是被爱迷惑了。哼，我看你跟叶一山根本不般配。没错，一点都不般配，我配不上人家。你真是昏了头了，你怎么会配不上人家呢？奶奶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一山压根儿就没拿那张卡上的钱，他根本就没从我身上或者咱家得到一点好处。3年了，人家一直洁身自好，没找男朋友，一直等着我。你的意思是我让他受委屈了啊？
你现在眼里除了他还有谁呀？你说你给我捅多大的篓子？你让我怎么跟宋家交代呢？那有什么不能交代的？不就相个亲吗？相不上不很正常吗？还有啊，奶奶，以后我这生活，你不要为我自作主张，我想自己支配我的生活，行吗？我看呐，你现在是让那个叶一山支配你的生活。你是我的孙子，你的事我不能不管。把这公司给我卖掉，让那个叶一山永远在我面前消失。奶奶，你现在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人家叶一山哪儿得罪你了？他现在想把我的孙子抢走，他恨我，因为我拆散了你们，他现在想报复。您这都哪儿听的呀？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固执啊，奶奶？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，跟不跟我回家吗？你要不接受依山，我还就不回去了。哎呀，真是白疼你了。我真小看那叶一山了，居然把明浩看得死死的。妈，你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你说明浩以前多听我的话，现在说什么都说我蛮不讲理，差点就没跟我断绝了关系。都是那叶一山搞的。妈，您这次骗明浩去相亲，我觉得不合适啊。怎么不合适了？宋丽亚是我让小兰给明浩挑的媳妇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奶奶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您就不要管明浩了。秦明言，我还没说你呢。自己呢不结婚，不谈恋爱，你现在还不让我管你弟弟是吧？怎么又扯上我了？算了算了，我闭嘴吧，免得误伤。不行，还得从根儿上下手。我得去会会那个叶一山。哎，妈，您这样不合适啊，要让明浩知道了，他会不高兴啊。他不高兴，我还不高兴呢。你就知道让儿子高兴，让他高兴很简单呢。你让他娶那个叶一山不就行了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办不到。依山，跟我走。秦总，我在工作呢。我知道，但是我需要你现在立马跟我走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文件要处理。就当你陪我去开会行吗？走了，拿着包。你不是说带我去开会吗？怎么带我来到学校啊？毕业以后就没回过母校，难道不应该回来看看吗？依山，还记得这棵树吗？当年咱俩谈恋爱的时候，总在这棵树下看书学习、打扑克、玩耍、休息。不会都忘了吧？这棵树为什么是我的名字啊？去美国之前，我跟校方认养了这棵树，还有这片草坪。所以说，有时候有钱也不是一件坏事。去美国之前，对，虽然当初我心里挺记恨你的，但是我一直渴望有一天你能回到这里，
再一次看到我们的树，想起我们曾经相爱的美好时光，所以我一直盼着你回来，带你到这里来，当着我们的树，我祈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回到我身边好吗？求你答应我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做不到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等你，我可以一直等你。你们两个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这件事必须重视起来。你看看你们的儿子啊，他已经被叶一山搞得神志不清，连家都不回了，你们还不在乎啊？妈，明浩跟叶一山3年多没见了，这次碰到肯定很激动。您现在说什么，他都听不进去的，所以我们觉得等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说。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等到叶一山怀上了我们秦家的骨肉？哼！我告诉你们，必须要给明浩施加一点压力，不许他跟叶一山接触。妈，您说的没错啊。可是您想想看，明浩小的时候最听谁的话？您的话呀。您看他现在连您的话都不听了，您说，我们2个去说，他能听吗？又让我去呀，让我的孙子再多恨我一回呀！哎，你们2个这父母真不知道怎么做的，哎，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铸成终身大错了，你们都不管呐！哎，妈，也许那个叶一山……行了行了，你想说什么？我很清楚，我知道你心软。宋家那门亲事是你去联系的，啊，现在看到儿子态度太坚决了，你想改变你的态度，想做好人了啊？我告诉你，别的事情都有商量，这件事不行。振宇啊，你必须跟明浩好好谈一谈，知道吗？好，老佛爷的话就是最高指示，我去，我去。一山，我想送你进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见见你妈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追你特别困难，你总是不答应我，我想让阿姨劝劝你，来帮帮我，行吗？明浩，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。我也想以朋友的身份来劝劝你。你别劝我了，如果你要劝我放弃的话，那你就别劝了，我是不可能改变初衷的。我知道我这样对你，这样不接受你，对你是很不公平的。你也知道，但是你别但是了，我也不要公平，我就要你这个人。我是要你可以理解我的选择，我不想因为我的爱情伤害到其他人。咱们俩之间的爱情只有我们2个人，没有其他人。你别太天真了，你真的以为我们之间的爱情没有其他人，没有其他事吗？我不想说是因为你的身份造成的，但是确实是如此。明浩，可能你之前没有试过失去东西。你仔细想想，如果我们真的又在一起了，势必还会发生很多不愉快。那我们为什么不保存着以前的回忆，互相祝福对方的将来呢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一山，你还爱不爱我？如果还有爱，凭什么放弃啊？没有我，你也会幸福。不，没有你，我不可能幸福。
姐夫。哎，姐夫，你现在人在哪儿？我有礼物要送给你啊。我刚好在你家门口。啊，那你等我。你现在呢，先想想看要怎么谢我。怎么又要出去啊？你都多久没在家里住了？你是不是又没命熬夜的干活？这谁熬夜干活？那点活用得着让我熬夜？你就瞎吹吧你不会是被炒鱿鱼了吧？哎，您别咒我啊！我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，省得我每天耽误时间在路上。租房子？你有钱吗？这是我的事，你别管。哎呀，你让开，我有事，拜拜。喂，你哪来的钱租房子啊？依婷，你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这你别管，反正啊，以后我再也不在家住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在家住，妈很担心你的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我走了。哎，姐夫，来，哎，给。是，你姐的日记。是啊，偷的。废话，不然是我姐让给你的。这不太合适吧？你放心，这个日记本里呢没有别人，只有一个 Q 先生。Q 先生，我呀？当然了，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还敢给你啊？哎，对了，姐夫，送我回别墅，我还有急事呢。哎，这日记要不我看你还是拿回去得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婆婆妈妈的了。你要是不想看的话，那你就收起来，我以后再给他。哎，记得，我姐从没有放下过你。知道了，走。这个人要带依婷去哪儿？好了，姐夫，下雨了，赶快上车。依婷，你干嘛那么神出鬼没的？那个男人是谁啊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打你电话，你怎么又不接啊？我干嘛要接你电话？哎，哎呀，放手，你弄疼我了。你必须告诉我，你怎么住这么好的地方？那个人，不会是你新男友吧？哦，我知道你想问，我是不是被金屋藏娇啦？难道不是吗？最好是。拜托徐岸，你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？你还怪我，依婷？从你怀孕以后，你短信不回，电话不接，产检检查你也不去做，天天喝酒喝到半夜。你现在住这么好的别墅里面，还有个男人送你回来，我能不多疑吗？那你就继续多疑啊！如果我在你的眼里是这么不堪的女人，那你干嘛还理我？依婷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那个男人是我的姐夫，我姐姐的男朋友。什么？你姐姐的男朋友？是，他是我未来的姐夫。旁边的别墅是我姐夫的，他让我住在这儿，这儿离我上班的地方近，省得我一个怀孕的人呢，每天这么辛苦的来回奔波。你如果现在还认为我是被金屋藏娇的，你就继续发飙吧你。依婷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哎呀，我不想再听什么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爱你，我会照顾你这些话了，听得烦死了。徐岸，你对我除了这些甜言蜜语的话之外，就是猜疑，你就是这么爱我的。对不起，你原谅我。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不堪一击，我只是害怕失去你。哎呦，不要再听了，烦死了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我今天来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咱们网站调整节目板块，我帮你争取了一档综艺主持。啊？真的？确定是我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一定是你。哎
那你就要保证，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！就知道你最疼我了，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姐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算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什么没关系啊？这么大的地方，你非要撞我，只会说对不起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算了，依婷，没事了。你就会说算了，不然你还要怎么说话？你弄脏的是我新买的包啊，没让你赔算你赚了。对不起，以为一句道歉就值钱了？你别不依不饶的。说实话，看你这个假的掉渣的包，连我一双拖鞋都买不起。看你住在这儿，房子肯定是租的或者借的，一点素质都没有，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哎，依婷，依婷，依婷，有什么好讲的？算了，给我把手别走，走了。哎，气死我了！依婷，宝贝儿，你不能生这么多气，你小心伤到身体啊。还不都是因为你？那个女人那么对我，你一句话都不讲。哎，我背什么包，跟她撞不撞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宝贝儿，人家刚才已经跟你赔礼道歉了，是你老不依不饶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除了安慰我，你还会做什么？没用。那我，哎，宝贝儿，那咱这样好不好？明天我去给你买个真的名牌包包。我不要那个包包，气都气死了。不买那个牌子，那你说买什么牌子，咱们就买什么牌子，好不好？徐导演，您口气真大。我想要买什么牌子就买什么牌子，你确定？我是确定呢，还是确定呢？哎，不是，依婷啊，你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！你给我来一个限量版，我这钱包也够呛，对不对？我早就看透你啦。哎呀，现在啊，先给我来杯热牛奶，然后告诉我那个主持人的事。OK。你们呐，不要不相信，我跟振宇集团的大少爷秦明浩非常的熟，而且呀，是他有求于我。新鲜，秦明浩求你帮忙。你是能帮助秦大少爷赚钱呢，还是能帮他进入上流社会啊？切！今儿干嘛呢？笑这么开心？我们听幻想小说呢，如何帮高富帅认识叶主播。你现在的意思是我在说谎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分分钟都能证明我跟秦明浩非常好。依婷，大家开玩笑呢。你干嘛老说我？是他们不相信我，我非要证明给这些不入流的人看。哎，依婷，好了。喂，秦总啊，我是依婷，不知道你待会儿有没有空？我想跟你见个面。哦，对，就是跟他有关的。好，待会儿见。等着，你们不要都下班了啊。可别让我等太久哦，我大概啊只能活到88。嗨，我没什么事啊，我就是想说，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。依婷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的支持实在是太宝贵了。这样就对了。来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秦明浩，希望你早日成为我的姐夫。耶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这么多人看着啊，没事，我同事。我早说过了，现在的女孩都不简单，手眼通天，还是小心点为好啊。依婷啊，最近的表现很不错啊。谢谢总监，都是因为您信任我、关照我，给了我独立栏目，这样子就给了我鼓励，给了我动力。哎，俗话说啊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
这个我也有义务发现新面孔。我相信你也听说了，新的综艺节目主持人，你是大热门啊！真的啊，总监，麻烦你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你的胜算很大。这个节目是网站今年的重头戏，你要好好做。总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但是啊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网站的综艺节目都是靠广告植入制成的。这个广告投入方面，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。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广告植入？依婷啊，咱网站的广告植入还得靠你呀。我？